你知道吗？肖战11000票，胡歌只有1701票。你没看错，差了将近1万票。一个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，全程用藏语完成表演的演员，一个被观众评价为与 quote 演技封神与 quote 的角色，在投票榜上被一个古装拳谋剧的男主碾压式甩开。这件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而这仅仅是投票开始第1天的数据。第33届金鹰奖第2阶段网络投票从6月30号开始，到7月6号结束。今年的评选机制变了，观众投票占40%，视协会员投票占30%，专家评审再占30%。听起来很公平，对不对？三方权重，互相制衡，怎么看都是一个更科学的评选方式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先说肖战，他这次的作品是《藏海传》，一部古装拳谋剧。他一个人扛起整部戏的叙事，全程同期声出演，没有配音，没有替身。藏海这个角色隐忍、深沉、心思缜密，肖战把每一个眼神的收放，每一句台词的轻重都打磨得很细，跳出了单一古装美男的标签，塑造出一个层次饱满、兼具风骨与柔情的复杂人物。剧集播出后，央视8套收视峰值破2，平台热度长期霸榜，出海覆盖上百个国家，还深耕了榫卯、昆曲这些非遗文化元素。这些数字不是假的。凭这部戏，他也曾拿下过 SMG 视帝，是这个奖项史上最年轻的得主，年仅34岁。再说胡歌，他这次的角色是生命树里的护林员多杰。整部戏他全程用藏语表演，在4000米高原实景拍摄，动作戏份全部亲自完成。很多不认识胡歌的观众看完之后完全没认出这是他，业内直接把这次表演称作与 quote 毁容式与 quote 的突破。他上一次拿金鹰视帝还是10年前的琅琊榜，10年之后同一个人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回归，赌上的是观众会不会买账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。投票通道刚开放的第1天，数据就出来了。肖战11000票，遥遥领先。胡歌呢，1701票，差了将近1万票。更离谱的是，于和伟这位6月26号刚拿下白玉兰视帝，实现与 quote 影帝加视帝与 quote 双丰收的实力派，票数只有1486，排在第3位。张译更惨，只有507票。要知道，于和伟这次带着2部戏参评，《沉默的荣耀》央视首播收视峰值突破 4%， 全网触达超10亿人次，还拿到了白玉兰5项提名。这样的成绩单放在观众投票里，却敌不过一个古装剧男主的零头。这份数据一放出来，网上直接炸了。有人说，一个愿意跑到高原学一门陌生语言，把自己交给角色的演员，居然在自己的主场输给一部拳谋爽剧，这公平吗？也有人反驳，观众投票投的本来就是喜欢，不是专业评审，谁的粉丝多，谁的票自然就多，这有什么好吵的？还有人翻出旧账，说于和伟已经陪跑金鹰3次了，连当年的觉醒年代都没能让他拿奖，这次恐怕也不例外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不是金鹰奖第一次因为投票闹出争议。2018年，迪丽热巴凭一部豆瓣评分只有 3.1 分的剧拿下金鹰双料视后，颁奖现场，樱桃神情落寞，提前离场，吴刚、闫妮的表情几乎失控。这件事之后，金鹰奖做了一次大改革，取消了与 quote 金鹰女神与 quote 评选，取消了与 quote 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与 quote， 还专门增设了最佳男女配角，想把评选拉回专业本身。红毯上正剧演员的出席率此后一直偏低，3大奖的含金量争议也越来越多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。这些年，业内一直有个说法，金鹰、白玉兰、飞天是国剧3大主流奖项，谁能拿到其中任何一个，都足以证明自己在业界的认可度。可这3个奖评选逻辑各不相同，白玉兰更看重专业评审，飞天偏向主旋律现实题材，只有金鹰奖把观众投票的权重放得这么高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金鹰奖历来被认为是3大奖里离普通观众最近的一个，可这份与 quote 亲民与 quote 这一次却成了争议的火药桶。8年过去了，改革做了不少，
可今年的入围名单摆出来，流量回潮的趋势依然很明显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粉丝后援会连夜出攻略，号召与 quote 保住领先的，把票分给冷门的与 quote 把本该是大众选择的投票变成了一场精密的战术操作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一些口碑普通的作品反而拿到了意外的高票，而真正被业内称赞的表演却在数据上吃了大亏。每个手机号在这一阶段只能投一次票，规则想严防刷票，可粉丝的组织力永远能找到规则之外的空间。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择？是投给你喜欢的偶像，还是投给你觉得演技更好的演员？这道题好像从来没有标准答案。有人说，这两者本来就不该被放在一起比较。可现实是，他们此刻正站在同一张榜单上，被同一套规则打分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支持谁？直到多年后，大家才会明白，这场投票争议争的从来不只是肖战和胡歌两个人，争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，一个由观众投票占大头的奖项，到底能不能量出一个演员真正的演技？金鹰奖近几年一直在与 quote 去流量化，与 quote 取消了好几个人气象的奖项，可只要观众投票还占40%权重，粉丝的号召力就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变量。这不是哪一届金鹰奖单独的问题，而是所有靠大众投票的奖项都躲不掉的困境。平心而论，肖战这次的表现确实用心，一个人扛住整部戏的叙事节奏，全程同期声，没有替身完成动作戏，这份工作量摆在那里，谁也抹不掉。他这些年一直在拓宽戏路，从年代戏到古装戏，一步步积累，这次的入围也是行业和观众对他演技的一次双重认可。奖项从来不是靠运气砸出来的，能走到这一步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东西。但胡歌在生命树里的那次突破同样值得被更多人看见。一个已经拿过视帝不缺曝光的演员，愿意放弃所有观众熟悉的标签，跑到高原上学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，把自己彻底交给一个角色。这样的表演哪怕票数不占优势，也不该被投票的数字轻易盖过去。真正的好表演本来就不一定能被票数量化，这也是为什么业内评价和大众投票这次会拉开这么大的差距。说真的，奖项终究只是锦上添花，用心塑造角色才是一个演员真正的初心。无论最后是帝花落谁家，这场关于与 quote 流量能不能代表演技与 quote 的讨论，恐怕不会因为一个奖项的揭晓就结束。今年的入围名单几乎汇集了老中青三代演员，于和伟、张译代表深耕正剧的老牌实力派，胡歌用截然不同的风格突破自我，肖战和一批新生代则凭着扎实的作品和庞大的观众基础强势入围。这场神仙打架，谁能笑到最后，谁又会成为下一个被讨论的话题，现在谁也说不准。投票通道还没关闭，接下来几天数据还可能翻转，也可能继续拉大差距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这份关于流量与演技的讨论都会被记住很久。我们下期见。